上午還在像皇宮一樣的酒店裡面喝咖啡，扎進這台麵包車3個小時之後，我就好像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了。網上都說這裡適合躺平，時光經過這裡都會變得慢了下來。就這樣一條小街道嗎？轉個彎就更慘了，我都不敢相信這是通向酒店的路。網上還說這裡是背包客的天堂，其實不太準確了，應該說非背包客慎入才對。你看這條泥路，它能拖行李箱嗎？說適合躺平倒是很對的，特別是像我這樣一手拎着箱子，一手還要拿着攝像機，從碼頭走25分鐘才能到酒店，一倒下100%就能躺得平平的了。這個時候的我是根本沒有想到在島上的行程是如此難忘的，這些視覺震撼的，甚至還有一點恐怖的瀑布，晚霞中的水岸人家，迎着塵土和大風唱歌的突突車司機，還有這一位騙我去抓魚的餐廳老闆。這種清晨醒來推門見景的感覺，終於讓我覺得有點值得了。島上的漁民好像起得更早，買菜回來的路上還順道撈了1網魚。騎着自行車，感受一下這原始的路面所帶來的自然震盪，晨風吹在臉上，空氣中彌漫着田野的味道。我正身處在茫茫大河中的一座小島上，你沒有聽錯，老挝是純內陸國家，是沒有海的，所以這座島是在湄公河裡的。看着這像是果凍一般的綠波，你也不願意相信它就是在龍坡邦黃到泛泥，在泰國朗開又藍綠到詭異的湄公河水吧。它們原本是流淌在一條常規的河道裡的，到了這裡之後，河道被迫散開了，因為前方多了很多凸起的小島和暗礁。同時，老挝這裡和柬埔寨的海拔是相差了10多20米的，因此形成的落差，河水想要繼續保持水面如鏡是不可能了。正是因為這些點綴着河流的小綠洲太多了，這個區域才叫做4000枚島。它可不是指的具體的哪一座島啊，但它為遊客所熟知的就只有這2座，東德島和東擴島。由這一道橋將它們連接在一起。愛熱鬧的選東德，愛原生態的就選東擴。我呢，選的是在熱鬧邊邊上的，你猜猜是在哪裡？等一下，這島上還有火車？是的，是法國人建造的，但是最終也以失敗而告終。為什麼呢？等我帶你看完那2個瀑布，你就明白了。在這道橋的不遠處，就有一個利比瀑布。利在老撾語裡面是陷阱的意思，比呢就是鬼的意思，合起來就是鬼門關。因為這裡的水流湍急，漩渦密布，就好像一台絞肉機一樣。如果河裡的只是普通的石頭，經過幾百萬年的水流沖刷，它早就被磨平了。但是這些黑色的石頭可是玄武岩哦，它可是有着變態級別的堅硬和抗侵蝕能力的。同時這裡還有好幾級的斷層，水流像是冲擊着尖刀一樣，想一想你都覺得痛。但是景區為了讓遊客更加近距離地感受這種恐怖，還專門地修了2條步行索橋，讓你可以和他們比比看誰更狠。這裡是世界上最寬的瀑布，沒有之一哦。
這裡的寬度是有10公里左右的，只是現在是老撾的旱季，水流量小了，所以展現不出來那種崩塌感，也就是那種每秒有上萬立方的水流冲下斷層的景象。所以船如果想要通過這2個瀑布是完全不可能的，這也就是法國人為什麼非得在島上修鐵路的原因了。100多年前，法國人想把貨物從湄公河逆流而上賣到源頭的中國去。湄公河除了在4000島的這一個區域，其他的河段要通船是沒有問題的，唯獨就是這裡過不去。於是他們就想到在這裡修一條鐵路，貨物在下游的柬埔寨那邊卸下來，裝上火車運到上游那邊，再重新裝到船裡。這理論聽起來也沒啥毛病啊，但是最終他們的失敗是敗給了老天爺和時代，更加是敗給了他們自己。法國人完全低估了東南亞雨季的恐怖，湄公河一發大水，鐵軌就被淹沒沖毀，那些木質的路軌枕木在高溫高濕的叢林裡面腐爛，更加成為了白蟻的美味糕點。光是為了維護這個鐵軌，成本就高到令人發指。同時，公路運輸和卡車技術爆發的時代也到了。他們法國人自己也沿着湄公河修了一條當時還勉強能通車的公路，雖然說是顛簸，但是不需要鋪鐵軌，也不用反覆的卸貨裝船，踩着油門就行了。於是這條鐵路瞬間就失去了經濟價值了。把這一個新的公路時代帶進老撾的，正正是法國人自己。所以打敗他們的不是自己，又是誰呢？如果以現代社會的標準來打分，這裡絕對是一個不及格的差生。工業產值為零，農業完全是靠天吃飯。旅遊業的話呢，追求精緻打卡的遊客是吃不了這種要背着大包拼車擠船的苦的。加上地理位置又是在邊境的地帶，交通配套什麼的就更得不到什麼資源了。在被法國殖民前，這裡也曾經是泰國的前身，暹羅帝國的附屬國，所以我的散裝泰語在這裡也還是有一點用武之地的。個別扣牛個帶扣酒店的房間雖然不是什麼豪華，但是也算得上是五臟俱全了。主要是空調得給力，現在這個季節白天還是很熱的。配這麼多的吊床，這裡的人是有多喜歡它呀？哦，你เอาติดๆไปเหรออันนี้ให้ติดๆเหรอ我以為他要用這個籃子把小女孩裝到船上去，帶着她去打魚呢。結果，這是人家的搖籃。原來喜歡吊床是要從小就開始培養的，並且對於經常要坐船出行的他們太重要了。我是後面跟他們一起去抓魚的時候才發現的。他們一家人吃完早餐，打掃的打掃，外出的就外出，大家各忙各的。我沒有做什麼行程的安排，這個時候才發現，原來想要身體躺平容易，但是想讓大腦暫停就沒那麼簡單了。最後我只好在鎮上的咖啡廳找找感覺看，沒想到居然認識了一位會說中文的本地人，並且還因為他令我發現了這裡的美，不僅僅是在風光裡。你好嗎？你剛到是不是？我昨天到了。昨天到。對，來坐一下。廣東。他說你去中國，所以會說中文。你覺得中國好嗎？可以，可以啊。那個是，畢了我那麼貴，蠻貴。就是東西很貴。對。
啊，但是赚的钱多，这东西貴嘛。你們中國人上班是上班的，是不一樣。我們老撾，我看見他們上班，一邊上班一邊玩。對，你們上班就是上班，純上班，就是那個類似快遞這樣。不是物流。對。大貨車。對。從雲南開回到老撾來。對。裝老撾會裝香蕉，裝現在有西瓜，有西瓜，有玉米，玉米、西瓜那些回中國去。對，對，那可能在這裡更加的舒服一點吧，相對老撾其他地方。對，以我這裡是沒有那麼大那個壓力，沒有大壓力，對。不是他們有錢多是有，房子大，有賓館大，有錢多。這裡大家差不多。這裡是你看外國人來這裡，他們在這裡很久。Phil 他是英國人，他在這裡9年4年了。他就在這裡開這個酒吧。你們幹什麼太快？我在那邊我看了，太快，非常的快，對。雖然說中國的壓力大，但是去那邊賺錢的動力也是挺大的。他說他過一陣子還是要回去那邊工作，也許也正是因為他曾經在高要求的中國工作過的關係吧，他為我安排的行程環環相扣，無縫銜接，從坐船到坐車再到買門票，完全就是超級 VIP 的享受。全程快4個小時才收了200多塊錢的人民幣，可以說是一趟非常成功和專業的統籌。สบายดีไปใช่ครับ50,000ก็ได้ครับ1 ลิตรประมาณ25,000 OK。現在我們是在去孔恩大瀑布的路上，路兩邊的民宅也好，農田也罷，我不太想只用先進和落後去評價他們了。他們給我的感覺就只有2個字，那就是真實。這路上又熱又曬，風還那麼大，但是這位大哥居然唱起了歌來。看他這時停時動的嘴型就知道了，他的歌是有預留前奏和間奏的，是一首完整的歌。我覺得他應該是一位專業的歌手。瀑布這裡離柬埔寨也就20來分鐘的車程了，附近這一帶都是屬於老中合作“一帶一路”的巨無霸項目，也就是複製金三角的模式了。反正是怎麼豪華就怎麼弄，為了達成目標不惜代價的那種，又或者說是不擇手段也行。真的是茶費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หรอ不知道司機懂不懂什麼是共享充電寶呢？ตอนนี้ไม่เคยเห็นมีค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ทำงานนะใช่ไหมประมาณ2 ปีได้แต่ว่าช่วงนี้ไม่ค่อยมีนะ。司機說中國的遊客來都是住在這一個白色大門的裡面的，但是最近這2年都沒有怎麼見着這裡施工。我本來還問了他每天的收入有多少，但是他就有點害羞說有時候有工作，有時候沒有，所以都沒有怎麼計算。อยู่นี่มีคุณจีนทำพลังงา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ไหมอันนี้เหรอเป็นร้านเป็นร้านขายผักธุรกิจนี่เป็นร้านจีน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เป็นร้านจีน摩托車。他又貼心的把我送上了船，告訴我回到島上之後會另外有安排送我去利比瀑布。我這才知道下午我一個人獨坐一艘大船，並不是阿偉給我安排了什麼 VIP 的服務，只不過是進出島的船都是共享的。那會兒那台大船剛好要去拉大件的貨物，就順便把我帶上了。現在返程我是要和別人一起來拼船的。 OK ครับ你好
马上他是自己好，他赢了钱就带我去，不是在赢钱吗？不是在打牌，不是啊，是工作分钱。对。你这是人肉喇叭吗？大哥，你挺有創意啊！這條沿着河邊的路，就是最多遊客聚集的區域了。估計邵偉為了讓我更加了解這裡，特意讓司機走這邊。否則，如果走上午我騎自行車的那條道呢，是會更近的。這個安排太合理了，讓我看到了直接在河裡洗澡、洗衣服的村民，還有在稻田裡面踢球的小孩。這種日落而息、歸家團聚的鮮活，一直都在我眼前出現，這種感覺太美妙了。可能是因為這個島太小吧，司機好像認識所有的人，一路都在跟他們打招呼。路上遇到車子有狀況的，還停下來問他要不要幫忙。在過橋的時候，儘管在拍照的遊客擋路了，他也並沒有催促。我覺得他應該不只是司機而已。他又幫我買好了門票送我進去。在這個利比瀑布，如果你光是在這個觀景台，是看不到這些航拍的畫面的，視覺非常的受限。你一定要上到索橋去，在那裡才可以感受這裡的震撼，並且還有可能看到漁民為了抓到這裡獨有的巨型湄公河鯰魚，在用生命和瀑布拼搏。回程的時候，這座歷史橋聚滿了打卡的遊客。法國對這裡60多年的殖民，如今也就只剩下這一條沒有護欄的橋樑了。路還是這一條路，但是這個時候的我，在看了這麼多真實的鮮活之後，心態上已經有了轉變了。อันนี้รถเขาไม่มีรถเขาได้ไปได้ไหมโอ้ได้จะใช้ของคนนี่ไม่เอาแล้วฉันไม่เอาก็ได้โอ้ใช่ฮะเอาเหรอOK 昨晚看到他在吃魚，我以為是點了單就會有的吃的了。คุณรู้ได้ว่า 100% มีปลาเหรอถ้าไปแล้วไม่มีกินอะไรไปมีบ่มีเลยมันบ่ได้กินเยอะเอ้ยนานี่ใช่ไหมนั่นเนี่ยโอเคติดไปไหมไปเหรอไปบอเอาอะไรหาเปล่าเอาอะไรหาใส่หรอมีอยู่3หลังมี3หลังแต่ก็แถวนี้ใช่ไหมแค่นี้แหละ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หรอโมมีเหรอใช่ปูไม่ได้อุ้ยติดไม่กลัวเขาไม่กลัวเหรอไม่ได้กลัวมากเว้ย這個船身太窄了，一直在左右搖晃，我的重心完全對不上節奏。現在我終於明白他們的這個吊床的用處了。กลัวจริงอันนี้โอเคปล่อยตัวเดียวไม่เอาเหรอไม่ได้กินเหรอไม่ได้กิ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แล้ว我覺得這些條件可以再升級一下，起碼解決蚊子的問題嘛。
這牛在門前過，狗在床邊晃，總會有客人嫌棄吧？還有這些泥路怎麼能吸引到遊客來呢？電子化這些手寫的單據，不是效率更高嗎？當年來這裡修鐵路的法國人也都是這麼想的。ทำอันนี้ทำอะไรกินข้าวอยู่นี่เหรออ๋อ family